最近点开了公视的频道，看到关于开放式婚姻的讨论，结果呢 YouTube 就接连推了好多类似的议题给我。前些年好像从日本过来的词呢叫做族婚吧，现在换个长一些的名词反而更好懂了。然后我才发现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之冠活出自我这个词随着时代的演变与婚姻越来越矛盾。我跟先生是不会选择离婚的吧？你们保证，你们保证，你们保证。我在想其实走进婚姻也可以让一对夫妻互相的活出自我。什么是活出自我？是积极的让自己快乐，还是积极的创造自己的价值呢？我在教会认识一对 couple， 他们都离过婚，离婚的对象就是他们彼此，选择离婚想必是经过恩恩怨怨，恢复单身后呢也轻松过一阵子。然而他们离婚近2年，却在2023年先后进入教会，在爱中极大的改变，并肩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婚姻旅程。最近呢，这位女生她在她的伴侣还有孩子们的支持下，独自一人前往日本进行骑行，完成了她一个久违的心愿。我手上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好像有点奇怪，叫《绿灯》，它是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的传记。这是去年我和先生印象最深刻的3本书之一。马修麦康纳的爱情故事也是十分具有感染力。虽然他自小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高中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风流浪子，一路当上好莱坞的明星。他还自曝某一段时间的浪荡生活，在一间高级的酒店住了2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洗澡，而且陪他洗澡的女人都不一样。这样的一位浪子真的活出了率性的风采，怎么会走进婚姻呢？在马修36岁的某一天，在日落大道的海德俱乐部，马修风靡全场，他亲手调酒。这时他看到了她，这个女人就是卡蜜拉，一位让马修坚定地认为除了她以外我不想和其他女人生孩子的女子。所以说服浪子的关键是一见钟情吗？好像也不是。虽然他们后来有了孩子，但是他们并没有进入婚姻。2011年马修的儿子都3岁了，他的名字叫利卫。儿子就问他，为何妈妈不姓麦康纳？马修回答，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咦，为什么不结婚呢？你害怕结婚吗？马修就对儿子承认是有点怕。为什么呢？马修想了一想，因为害怕失去自我。有多少人和马修有当年同样的担心，怕在婚姻中失去自我？婚姻真的让我们无法活出自我吗？我想开放式婚姻可能归因于一些原因。离婚的手续繁杂，而且留下情感伤害，自我意识和自我渴望的不断积蓄，重视孩子胜过配偶，以至于孩子成年后离家感到无尽的空虚。整个社会强调自由万岁的政治正确，也许在面对婚姻危机时，打破传统婚姻的规则，给夫妻有一个缓冲的机会。但这真的是在拯救婚姻吗？可以让婚姻中的2人关系越来越紧密吗？而且根据定义以及众人的理解，开放式婚姻除了保持婚姻关系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活出自我。那这是否是在说2个人在一起时，活出自我这个理想是被遏制在金钱之下呢？原本的婚姻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活出自我吗？我在想，婚姻的最初应该是什么形式？会有什么意义呢？在婚姻的起初，一对男女结合，被祝愿为结发夫妻。这个祝愿呢，是期许他们能活出幸福，不只是成家的幸福，更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在经过爱情的输出与注入后，变得更加的完整、更成熟、更好看。这个自我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但同样也是一个与配偶结合的整体。
以前所谓结发夫妻，就是互相剪下一缕头发挽在一起，誓言永结同心。现在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誓约也是一样，既浪漫又庄严。心仍是独立的两颗心，心意却从此向同一处发出。这不是失去自我，相反的，这正是活出自我。因为这时候自我的力量最大，没有人会认为德蕾莎修女因为虔诚而失去自我，相反的，因为她忠诚于她的信仰而活出自我，她的影响力久久远远。没有人会认为狮子辛巴太像他的父亲而失去自我，相反的，辛巴因为忠诚于追随父亲的脚踪而活出自我。他敬爱他的父亲到了一个程度，让文武百兽都能感受到他的威严。同样的，忠诚于婚姻可以让我们活出自我，不是那个自我意识过强的自我，而是对家庭、对配偶、对孩子有价值的，或特别温柔，或特别勇敢，或特别坚强，或特别真实的自我。在马修的儿子利位问他为何不结婚的第二天，马修呢就去找了他的牧师。牧师告诉他，共同生活的确充满冒险，而且需要勇气和牺牲。但婚姻不会削减自我，相反的会启发他，并让他变得更为丰富。婚姻的奥秘是，当两人结婚时，他们会成为一个共同体。而在婚姻中，我们不会失去另一半的自我，而是彻底的成为自己。这时，马修意识到娶卡蜜拉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马修再也不感到害怕，并全心的投入婚姻。他首次感到，即使人生中再次跌倒，他也不会一蹶不振。他知道一切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身为夫妻，就有更多要处理的事情。去年，在德州小学发生枪击案后，马修夫妇不仅在现场帮助受难家属，还一同出席白宫发表一篇真诚的演说。直到如今，马修说，卡蜜拉仍是他唯一想约会、共眠、起床时想看到的女人。是否全心投入与忠诚，就是婚姻的一个重要真理呢？实践真理能帮助我们活出自我吗？婚姻与其说是带着一种向往进入到关系里，还不如说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开始一段学习之旅。在和豌豆妈妈合拍影片的第2集，在观众评论中可以看出，现在台湾父母更加重视与自己孩子相处的时间和质量，不是某一方，而是双方共同投入。这个过程虽然辛苦，所谓的自我空间被大大的削减，但更多的共识是，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的加强这个小家的亲密关系，还有个人的幸福感。同样的，幸福的婚姻也需要在与伴侣的相处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像我影片前半部分提到的那对教会的 couple， 现在常常呢会在 LINE 的群组里看到他们 po 他们全家一起骑行或者爬山的照片，因为他们更愿意投入时间在彼此的相处中，他们的关系也比之前更加的亲密。进入婚姻好比是定居在一个城市里，慢慢散步到慵懒。一个人可以每年换一座城市体验，不断满足新鲜感。一个人可以每10年换一座城市常住，用一辈子体验几种人生。一个人也可以用50年留在一个面积或许不大的城市，苦闷也在这里，幸福也在这里，然后抬头挺胸地发言，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家。大家现在待的城市已经生活了多久呢？欢迎你们留言与我分享，也谢谢你们可以观看我本次的影片。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喽。